欢迎回来，各位爱动脑筋的妈咪们。下班回到家，要顾孩子，要准备晚餐，然后还要面对这一堆需要清洗和消毒的挤奶器零件，是不是感觉很闲嘞？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款挤奶器可以把这个最麻烦的步骤简化了，你有兴趣吗？大家好，我是泌乳顾问李丽哟。今天我们就来 review 这一台承诺更少零件、更少烦恼的 iMoney i2 Plus Pro。这一台挤奶器是由 iMoney Malaysia 所提供的，但是 review 的内容完全是我诚实和专业的意见。OK， 那么这一个 Pro 版本到底它 Pro 在哪里？它真的可以让我们备奶生活变得更轻松吗？那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一款的 i2 Plus 它的核心是为妈咪们提供自由与弹性，那么这一款 i2 Plus Pro 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提供极致的便利性。那等等，我并没有说如果你选择 i2 Plus Pro 就必须放弃上一款 i2 Plus 的自由与弹性，因为 Pro 版的极致便利性是添加在上一款的自由与弹性之上，鱼与熊掌你都能捡的。在我那么多年的哺乳资讯经验中，我发现有不少妈咪她们放弃母乳喂养，并不完全是因为奶量的问题，而是因为整个过程中的精神负担太重了。一个设计复杂的工具会添加你的压力还有挫败感，所以一个真正的好工具应该像一个得力助手，帮你减轻负担。那这一款 Pro 版本的设计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它在保留所有强大功能的基础上，针对妈咪们日常使用中最耗时、最烦恼的环节，也就是清洗和组装，做出了革命性的改进。那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各项功能，我会特别指出哪一些是 Pro 版本独有的新功能，并解释它们在实际使用中意味着什么。那第一，全新的2片式挤乳杯，那这个是 Pro 版本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亮点。一直以来的 i2 Plus 版本，一边需要组装的那个鸭嘴 valve 啊，那个圆圆一片的那个 protector， 还有它的 connector 那个连接器等等好几个部件，而 Pro 版本把这一些全部都合为一体，现在只是需要这2个部分，这个挤乳杯还有这个喇叭护罩。那近距离让你看看2款挤奶杯的差别哈。那你看新款的这一片铬膜protector 是跟挤奶杯镶在一起的，然后你再看看这里这一片 silicone 是什么呢？那当你把喇叭安装上去后，这一片 silicone 就刚好覆盖着奶水的入口，就完全取代了鸭嘴 valve 的这一个麻烦部件。你知道吗？鸭嘴 valve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每一次拔出来清洗还有安装上去的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不小心把它捏破。采用这个新的设计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这一些部件跟挤奶杯结合在一起，这个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清洗会变得更容易，你也不需要担心遗漏了这些小部件，然后隔天忘记带上班，或者直接弄不见了。那这不仅仅是每天省功夫那么简单，而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你省下的宝贵时间可以用在休息，可以用在陪伴孩子，或者任何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上。精神上的解放还能让你的奶量顺畅呢。那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我测试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这个是关于 iMoney 宣传可以1秒组装的这回事。那没错，这是真的，的确是可以1秒组装。
可是如果你只是求快，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惊吓。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发现它完全没有吸力。经过检查，我发现是这个 valve 的部分没有完全贴合。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只是求快，虽然可以很快，你要确保有紧紧安装在一起。安装后一定要多花2秒钟时间，用手沿着它的挤奶杯的边缘这样子按一圈，确保它完全密封。这个小动作会直接影响你的挤奶效果的。第二，喇叭设计和舒适度。Pro 版本回归了 PP 材质的硬喇叭。那这几年来，silicone 材质的软喇叭非常受欢迎，因为它的柔软，挤奶器抽吸的时候会给到乳晕一点挤压，所以有些妈咪会觉得用 silicone 的软喇叭会比较有效。可是它的柔软给乳晕按摩的同时，也会弄到一些妈咪感觉疼痛，会造成反效果。所以那些不适合用软喇叭的妈咪们，你们用硬喇叭反而会比较舒服。用软喇叭用到比较有效的妈咪，你们可以尽管去选择 i2 Plus， 而不适合用软喇叭的妈咪可以选择 i2 Plus Pro。 那这个 PP 材质的喇叭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消毒会比较方便。以前的 i2 Plus 对消毒方式有很多限制，你打开那个包装盒子，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sticker， 提醒用户千万不要用蒸汽 Steam Sterilizer。 也有写明用 UV 消毒机的话，它的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要注意。那没有注意到这些提示的妈咪，就因此弄坏了挤奶器的部件。也有很多习惯用蒸汽消毒的妈咪会觉得不方便，而现在 Pro 版的 PP 材质部件可以用蒸汽消毒，也可以用 UV 紫外线消毒，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限制，让你可以用自己最习惯的消毒方式，这个非常贴心。第三就是智能功能和 LCD 的屏幕。 Pro 版本保留了所有让妈咪们觉得好用的智能功能。它有自定义自动关机时间，从10分钟到40分钟，让你选一个。那这个功能非常实用，我很喜欢这个功能，因为你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挤奶时长去设置，不需要跟着预设的30分钟。遇到 Power Pumping 这种状况，你也可以设置20分钟自动关机或者10分钟自动关机。它也有记忆功能，可以记住你上一次使用的吸力强度，省去每一次重新设置的麻烦。还有这个暂停功能，当 baby 忽然需要你，或者有快递上门叮咚你只是需要按下暂停，然后处理完事情再回来继续，不需要关机重来。那所有这些功能都能通过这个清晰的 LCD 屏幕来操作和显示，电量、时间、模式、强度，所有信息都一目了然。接下来说说它的安静度。那在安静方面，它依然是市面上顶级选手。最安静的穿戴式挤奶器，挤奶器的操作声音大小会比它的挤奶杯的大小厚度更重要，因为突出的挤奶器你还可以用围巾来遮掩，一般人也不会盯着你的胸口看。可是如果挤奶器操作声音很大，却会是让人不由自主把那个目光往那个声音的来源看过去。一个安静的model不仅仅是为了不吵到别人，更重要的是它能减少妈咪在挤奶时怕引来目光的焦虑还有压力。接下来说说它的电池续航。Imani i2 Plus Pro 的电池非常耐用，是1400 mAh 的电量，充满一次电大概会需要2个半小时，就可以用上3个小时左右。换算一下，如果你每次挤奶20分钟，大概可以挤8到9次。对于那些在外工作一整天的妈咪来说，这个续航能力是完全足够的。
接下来说说它这一个充电底座，或者说充电无 charging dock。如果你购买的时候，你选择的是2台挤奶器再加上 charging dock 的配套，你就能拥有这一个非常方便的充电底座 charging dock。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你只是需要一条 USB Type-C cable 就可以同时为2个挤奶器充电，让你的桌面保持整洁，告别凌乱的电线。那可是这样哦，如果你的状况是需要追奶，或者你是那些没有亲喂的全挤妈咪，完全依赖挤奶器的话，我会比较鼓励你选 iBox 的配套。OK， 就是 iMoney i2 Plus Pro 加 iBox 的配套。这个等于是把你的 i2 Plus Pro 直接升级去 Hospital Grade 医院级挤奶器的级别，用更稳定的吸力去追奶或者去维持奶量。那我曾经做过一个 iBox 的 review， 建议你去了解一下，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对了，如果你在这之前就已经拥有了一台 iBox， 你是可以只是买这一款 Pro 的 Hands-Free Cup Set， 连接去 iBox 来用，这样你就可以体验这个 PP 挤奶杯还有它的喇叭的方便了。好了，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总结，谈一谈这个 i2 Plus Pro 的优点还有缺点。首先从优点开始，它有极致的便利性，革命性的2片式挤奶杯，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清洗和组装的烦恼，大大减轻了妈咪们的精神负担。第二就是舒适的选择，回归 PP 硬喇叭，为不同需求的妈咪提供了更个人的舒适选择，确保挤奶过程无痛而且有效。第三，消毒无忧，解除了大部分的消毒限制，让你使用更方便更安心。然后第四，它完美继承了原版所有的优点，它非常安静，它的吸力强劲，它的功能很智能，然后电池又耐用。接下来 i2 Plus Pro 的缺点是什么呢？如果要说 i2 Plus Pro 有什么不好的，那么就是它的机体和挤奶杯不能向后兼容，就是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是没有的。这一点对旧用户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已经有旧款的 i2 Plus 机体，你是不能只是买这个 Pro 版本的新款挤奶杯来搭配使用的。如果你买了 i2 Plus Pro， 你也不能把它的机体安装在上一款 i2 Plus 的 Silicone 喇叭的那个挤奶杯上面。OK， i2 Plus 的机体只能用在 PA Hands-Free Cup Set 这一款软喇叭的挤奶杯上。i2 Plus Pro 的机体就只能用在 Pro Hands-Free Cup Set 这一款硬喇叭的挤奶杯上，因为它们这个圈的尺寸不合，不能兼容。这个意味着，如果你不确定软的还是硬的喇叭比较适合自己，你是没有办法在买了之后想换就换的，你只能通过 iBox 去让它们兼容。想要完全无线的话，你就必须买整套全新的 i2 Plus Pro。希望以后 iMoney 可以在这个向后兼容方面下点功夫。OK， 结论，最后的结论 OK， 值得买吗 i2 Plus Pro？ So 我觉得这一款 i2 Plus Pro 到底适合谁呢？那它就特别适合那一些最看重时间效率和生活品质的妈咪。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烦恼就是那一些挤奶相关的琐碎事，比如说清洗啊、组装啊、消毒啊这些准备或者善后工作呢，那么 Pro 版本的绝对能大大提升你的使用体验和幸福感。
如果你在怀孕中或者刚产后，那么请你先别急着用挤奶器。如果你有机会亲喂，就请你尽量去亲喂，先从亲喂开始你的哺乳旅程，可以避开许多不必要的哺乳难题。如果你已经是 i2 Plus 的用户，并且你对消毒过程不感到困扰，那么你不一定需要立刻升级的。但是如果你是准备买你的第一台穿戴式挤奶器的新手妈咪，或者说你本来是用着手扶的挤奶器的妈咪，还不习惯用吸力罐喇叭的嘞，又或者你正在被繁琐的零件搞到很头痛，我强烈建议你将 i2 Plus Pro 纳入首选，因为它能帮你消除的不只是麻烦，更是那份不必要的日积月累的疲惫和压力。记住，选择一个对的工具，能让你的母乳之路走得更顺更远。那下次可能是多1-2个星期吧，我会把每一代的艾玛尼 i2 挤奶器都拿来分析和比较，帮助你选一台最适合自己的穿戴式挤奶器。你对这一款 i2 Plus Pro 有什么看法吗？或者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我也会把买挤奶器的连接还有最新的优惠信息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 description 里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